8:56，我们家人8点就起来了。这是我们近100年来最早起的一个周末。大家好，我是妍，我是薇薇。我们现在早上9点来到这家面店。对的，它是一家非常红的面店。它红的原因大概有3个，第一个是很上海味，第二个是很便宜，第3个是开的超级早。它5点半开到10点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点晚了，赶快进去吧。这家店的外观跟我在点评上看到有点不一样，感觉是已经有就是装修过了。然后他走进来的话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到底要在哪里买面，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个咖啡店。然后门口有个伯伯，就是会这样，你就可以去买面了。它很特别，它是那种自助式的，就是你选要清汤或拌面，然后上面的料全部都是你自己选。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，就是自由度很高，但是常常会不小心选太多，就像今天的我。我选的是拌面，然后加上糖醋小排跟狮子头的浇头。它这个拌面我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心有点冷掉，就是它是做好一整盆放在旁边，然后你点完的时候就直接夹起来给你。这种拌面有2个会很明显的缺点，比起那种现煮的，第一当然就是温度，因为它放在旁边放一阵子，其实有点冷掉。可以把它当冷面吃啊。好。第2个部分就是它的面体就不可能这么的好吃。因为它为了要长时间久放而不会烂掉，所以它面可能就稍微比较硬一点。所以这个面体一个面店来说，就是非常的不合格。它有点像是台湾的早餐店或是黄昏市场卖那种油面、炒面一样，它那个面就只是一个粗薄的东西，你不可能觉得它有多好吃的质感。拌上葱油的部分，我其实也吃不太出来葱香，我就一直觉得很油这样子。所以以这个面体来说，我自己是不太喜欢，不太适应。糖醋小排浇头其实很特别，我在其他面店没有看过这个浇头。这个真的有点像是食堂夹出来的东西，就是糖醋味非常重，然后小排应该是先炸过之后再去炒的。这个小排其实蛮好吃的，肉质还不错，虽然稍微有一点干，但是很有嚼劲。然后上面那个糖醋酱这里调刚好有点甜有点酸，但却不会过咸，非常的适口。最后是这个狮子头，这个狮子头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大颗狮子头。对，以前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大一颗的狮子头。那这狮子头吃起来口感比较稍微软一点点，就是一咬下去它就会塌掉。虽然说不是非常扎实，但里面的肉香却还蛮够的，吃起来算是很顺口的一个狮子头吧，算是我今天这一碗面里面最软的一个食物。我点的也是拌面，不小心加了3个浇头，就是有雪菜跟土豆跟腊肉。土豆完全就是我看到它我就不行了，我就是一定要点，完全忘记我自己原本是要点那个点评第1名烤麸的人。这碗面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真的太大了，包括它在夹面的时候，还有把浇头淋上去的时候，就是毫不手软，感觉就是怕你吃不饱一样。这雪菜才2块钱，然后我觉得它成本应该就是要1.8块钱吧，就有一种。老板真的不要这样子，就是我也吃不完。交朋友。对哦，然后上海面店老板有分2派嘛，一派是那种超级凶，就是不要跟我讲话，然后一派是超级好。这个老板就属于超级好的那一种，还会跟你说什么慢慢吃啊，来太晚了都没有浇头的这种话。我觉得以一个8点起床的 CP 值，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真的很难起床。以8点起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是。我觉得很低，你还好吗？会不会在一开始介绍他的时候说什么？他说他这是很老上海口味，太纯正了，我有点扛不住。台南人的尊严在哪里？又甜又油又腻，真的扛不住啊！你要加油哎！我也在等着你帮我吃。你觉得汤可以漱口吗？可以，这汤至少不是甜的。我现在好多东西卡在我的智齿黑洞哦。就是他前阵子才刚回台湾去保完他的智齿，所以他现在智齿有个超级巨大无比的洞，所以吃完任何东西都会塞一些神奇的碎屑在那个神奇的洞里面，简称智齿黑洞。在我休息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不信邪想要来挑战正统上海口味的朋友，是不是很像甜点啊？就是没在演。我的记忆飘回了去无锡那一天。放回去好了，换你。吃饱饱，是我太高估我对上海面的接受能力了。
有没有看点评说很上海口味？我想说什么上海口味我们都吃过了。他说这个真的是很上海口味了，超甜。真的太甜太腻了，真的。就来待了那么久，吃过各种就是号称很上海的面店，都没有这个的体验这么的害怕。现在才9点53了，我们已经把就是早饭都吃完，然后现在在散步。今天好健康，这不是大观众认识我们吧？真的。不过也顺便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早晨的上海，没有什么人。周末谁会那么早起床？我觉得这个面店真的大概就是开在你家附近，然后早上起来，不是早上起来，睡饱起来，然后无需排队的状况下，值得一吃。但是要特地那么早起来，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很划算。它真的很傲娇，就是它1到5才有卖午市，就是从早上一路卖到下午2点。周末它就只卖到10点哦。人家也想要一个快乐的周末生活。老板是不是那种晚上睡不着觉的老人家？然后就是差不多忙完就终于可以睡觉了。那我早起来感觉人生长了很多，有点长到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决定去一些平常不敢周末去打卡的咖啡店，然后去喝个咖啡。搞不好人家还没开嘞，这个时候。没有，我看了一家9点就开了。大家周末真的是不要那么早，大家全集体时间往后延个3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夏日时制这样。对，应该要有个周末时制啊。哥吉拉打哈欠。有到了。前阵子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妈还问我说：“啊，你们是真的每天都睡到这么晚吗？”真的。其实早上的上海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啦，就是蛮悠闲的，然后街上稍微没那么多人，太阳还蛮温暖的，就是不会有下午那种很急促的感觉。而且真的很久没看到太阳了，最近一直没雨季。让我晒一会。你是植物人吗？星光合作用。我们现在来到淮海中路跟吴兴路的交叉口，要来喝咖啡。这是一家我收藏超久的咖啡店。这家咖啡店是我收藏已久的，但是周末一直不敢来，怕人很多。现在早上10点，但是里面其实已经坐满了。到底都是什么人会那么早起床？去吃面的人啊。这家店叫 T12 Lab， 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好像是12个人的实验室的意思。哇！然后它的规矩非常多，从开门开始就是你要输密码，记得要按井字键才能进来哦。然后一进来，他会告诉你就是不能外带，然后不能讲话，保持安静，不提供糖。就是规矩很多。还好它外面有一个就是室外的空间，就是感觉可以讲话哦。它上面贴了禁止抽烟哦。我第一次喝到咖啡是烟熏味在前面，然后最后才是奶的味道，这有点蛮神奇的。因为它让我在选咖啡豆的时候，有一款是比较偏就是花香的，然后有一款是偏烟熏，就比较生培的。然后我刚才因为吃面就是甜到快疯掉，所以我想来一杯就是烟熏的感觉，可以比较就是压下这个味道。这杯咖啡真的蛮符合我的期待的。刚入口的时候，就是从口腔到鼻腔都是比较重的一个木质的烟熏味，然后到中层的时候是很绵密的，就是热牛奶的感觉。因为它的 flat white 其实奶泡打得非常绵密，根本就像热牛奶一样。然后它的味道非常醇厚，就是只有奶香，没有其他那些甜味或者是油脂的味道。在最后才会有一点点，就是他说咖啡豆这种红枣的香气，然后会在嘴巴里面。这杯咖啡真的很厉害，这边老板真的非常有个性，就是不准聊天，然后不准外带，不准加糖，只做意式。然后在与此同时，他还会给你一张小卡，让你30秒内一定要开始喝。如果你没有开始喝的话，他会提醒你哦，他会走过来说，请开始喝。我们刚才因为拍照拍太久，然后他还特地开门出来跟我们说这样，赶快喝了，就是很有坚持，他怕你就是喝到一杯不好喝的咖啡，不是他的错。刚刚一翘2腿，白字蚊子夹死。蚊子也在喝咖啡、啊。命案现场。蚊子喝咖啡，蚊子30秒之内喝到一杯咖啡，赞。在这张30秒小卡的背后，他其实有解释，就是为什么他要求你在30秒之内起码要喝一口，因为他说就是在30秒内的第一口是最美妙的，顺滑落口气，反正意思就是很丝滑啦。如果你还会念错呢？如果你喝了一口以后，就是它的那个小气泡就会快速上升，然后破坏表面凝，就是
好啊，照着念还是念错呢。就是如果你30秒之后再喝，它的小气泡就会往上飘，然后上面的就是咖啡就会没有这么的平整，喝下去就没有这么的丝滑，所以第一口是最美妙的哦。然后他也有提到，就是一杯好咖啡其实是可以从热喝到凉，所以这30秒并不是说让你赶着热喝，它只是让你体验最美妙的第一口。外面蚊子太多了，我们搬进来里面。好幸福哦！我现在突然间觉得早起也不是什么很不好的事情，早起其实真的蛮快乐的，有一种特别有钱赚到多一天假的感觉。话是这样说啊，但我赌你下周还是睡到下午。我不能为你开门，你自己开吧。我觉得这样的咖啡店虽然规矩很多，但是其实也是有好处，就是里面的人可以维持着一贯的大概品质吧，就是说大家都蛮安静的，然后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小声交谈，维持的蛮有气氛，不会说某一桌特别吵。我觉得这就是老板的理想天地吧，就是里面的人都按照他的宇宙走，这就是老板的小宇宙啊。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做这么挑剔的店，就是你的东西肯定要很好，不然谁会来？像我们其实今天来这边几乎没有空位过哎。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咖啡爱好者，如果来上海的话，可以朝圣一下的地方。就我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咖啡专家，就只是一个日常爱喝咖啡的上班族。那这边的 Flat White 我真的是我在上海喝过算是数1数2的，因为它的咖啡豆就是味道表现得很鲜明，然后咖啡跟奶也融合得非常好。重点是它那个滑顺的感觉，真的是精品咖啡才有办法做出来，就跟你路边的那种什么星巴克 Manner， 就是你平常早上喝的那种，完全比不上。好幸福哦！这边的水也是我在上海咖啡店里面喝过，算蛮顺滑的啦。你要开始评测咖啡店里面的水了。对，就不会涩，然后不会很阻力，入口就是直接湿润到你的喉咙，我觉得也算是 OK 啦。那今天影片就这样了。如果想看我们更多影片的话，可以追踪我们，记得按小铃铛。然后可以到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去找我们聊天，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即时动态。对，我们要回家补眠啦。现在11点，我可以回家睡觉，我好开心哦。拜拜。